三国时期涌现的谋士众多，但大放异彩的却没有几个。最常被人提起的便是诸葛亮、司马懿之流。其中，诸葛亮简直可称之为三国谋士的代表，谋士之中地位爬得最高的一人。但近几年来，网上开始流传一句话：郭嘉不死，卧龙不出。郭嘉和诸葛亮确实是三国众多谋士中非常特殊的两位。诸葛亮对刘备而言，其意义就如同郭嘉对曹操。但是郭嘉真的比诸葛亮厉害吗？要想知道郭嘉和诸葛亮谁才是三国第一谋士，先分析两人的生平。郭嘉于公元170年出生在颍川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。年少时素有抱负。公元190年，年仅20岁的郭嘉便已看出汉朝即将大乱，届时群雄并起，自己必须早些做准备。为此，他私底下广结英豪，不过在为人处事上却极为低调，是抱着慧眼观世态的态度静待时机。这一点与诸葛亮隐居南阳时的心态非常一致。果然，聪明人都是有共同点的。到建安元年，即公元196年，郭嘉终于找到机会投到袁绍的麾下。袁绍是早期东汉动乱初时就崛起的枭雄，崛起的时间比刘备、曹操要快，所以当时郭嘉才会认为投靠到他麾下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没过多久，他却离开了。原因很简单，用郭嘉的话来说就是，袁公虽然效仿古人礼贤下士，但也只是一味模仿，并不懂得如何任用人才。他思虑虽多，但不得要领，富有谋略，却缺少果断，与他共事难以建立霸业。没过多久，曹操军中的谋士戏志才死去，此人是曹操的左膀右臂，他的死让曹操颇受打击。此时与郭嘉认识且是同乡的荀彧得知郭嘉正准备跳槽，便将郭嘉推荐给自己的老板曹操。在郭嘉的应聘面试中，曹老板见到郭嘉之后，与他一番长谈，论当今天下大事。郭嘉将自己心中的才学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对当下时事的分析深受曹操认同。两人谈完后，曹操宣布，日后能助我建立霸业者，非郭嘉莫属。郭嘉也非常感激，当场也表示，我终于找到真正的民主。郭嘉选择曹操的理由非常简单，其实从他离开袁绍时所说的话就能知道，郭嘉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主公。郭嘉说过，袁绍只是模仿古人礼贤下士，其实不知如何任用人才，思虑虽多，但不得要点，有谋略无决断。所以郭嘉的择主标准其实是慧眼识英才，把拥有不同才能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，有勇有谋，富有韬略。而历史上的曹操被评价为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枭雄，正是郭嘉心中的理想民主啊。所以说，曹操会眼识英才，任用郭嘉，而郭嘉会眼识民主，让自己从此有了大放异彩的机会。郭嘉遇到曹操后，立刻开始展露他的腹中奇谋。他擅长分析形势，把握敌人的心理，尤其是对于敌军内部各种形势的判断相当犀利，一针见血，帮助曹操多次获得不可思议的胜利。197年，曹老板2次败于张绣，直接被打自毙了。袁绍还写信羞辱，这让曹老板大为受挫。就在曹操犹豫要不要与袁绍决裂的时候，郭嘉向曹操分析，言明曹操有10条获胜的理由，而袁绍则有10条失败的理由，这就是著名的10胜10败论。他的分析彻底将曹操征服，为后来的官渡之战获胜埋下伏笔。建安3年，刘备来投靠曹操，曹操犹豫要不要杀刘备，郭嘉向曹操分析了一番，表明一个观点：杀刘备弊大于利。当时曹操还没有统一北方，正需要吸引谋士和武将前来投靠，必须表明自己礼贤下士，求贤若渴。所以郭嘉认为刘备还不能杀，但刘备心有抱负，不可不防，日后到了必要的时候，也不妨再杀了他。曹操虽然当时表示认同，可惜他高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，也低估了刘备的野心，妄图打动刘备追随自己，导致放虎归山。建安3年9月，曹操攻打徐州，将吕布围困在下邳，吕布当起了缩头乌龟。曹操围城打了半年都没有打下来，甚至产生放弃的念头。郭嘉又献其谋，认为攻城的一方既已精疲力尽，那守城的一方必定也临近崩溃的边缘。曹操听取建议，发动最后的猛攻，果然攻占下邳，杀死吕布。建安5年，
曹操与袁绍展开争霸之战，在官渡僵持不下。此时军心逐渐动摇，很多谋士建议曹操放弃。尤其是官渡之战开始后，一直猥琐发育的孙策迅速崛起。曹操一看急了，继续僵持有可能让江东的孙策偷袭自己的后方。郭嘉这时候力排众议，孙策为人轻率，不懂得防备，他若赶来中原，必定会被刺杀而死。没过多久，孙策当真被刺客所杀。曹操称赞郭嘉神机妙算，而在随后的官渡战争中，郭嘉常用十胜十败论来激励曹操，帮助曹操击败袁绍。至建安7年，曹操追击袁绍残部，郭嘉献策，让曹操假意退兵，袁绍残部自会因为争权内乱。曹操听从退兵，袁家兄弟果然上当，立马内斗，导致军心大乱。曹操半路上又遣兵回返，杀了个回马枪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敌军剿灭。至此，曹操几乎扫清统一北方的大部分障碍，北方统一已经是迟早的事情了。从投到曹操麾下开始，郭嘉可谓是奇谋频出，若是没有他的帮助，曹操统一北方的步伐必定会延缓。郭嘉最出名的就是十胜十败论，后世之人认为这理论之中几乎包括了当时各大兵法的精华之妙。因为郭嘉的奇谋总是能收到奇效，故而被人称为神机妙算。而在他之后，同样被称为神机妙算的还有另外一人，诸葛亮。当真是郭嘉不死，卧龙不出吗？可以想象，如果郭嘉不死，曹操带着他南下征战刘备，攻打东吴，那曹操还会经历赤壁之战的惨败吗？到时候诸葛亮加上周瑜与郭嘉的智谋交锋，又是何等精彩！可惜历史没有如果。曹操平定北方的同年，郭嘉患病去世，享年38岁。在他死后，一个年轻人随同刘备出山，定下3分天下大计，联合东吴对抗曹操，帮助刘备白手起家建立蜀国。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。历史就是这么巧合，郭嘉一死，卧龙出山，而且锋芒毕露，举世无敌。是以有人说郭嘉不死，卧龙不出，言下之意是诸葛亮自知敌不过郭嘉，所以一直蛰伏到郭嘉病故方才出山。而在郭嘉死后，曹操对上刘备确实没有以往那么顺利，在新野之时原本能够抓住刘备，结果诸葛亮火烧新野，挫败曹操，帮助刘备顺利逃走。随后诸葛亮联合孙权，一系列举措让曹操开始了惨败之旅。似乎郭嘉死后，曹操身边就没人能与诸葛亮抗衡了。那么真的是郭嘉不死，卧龙不出吗？诸葛亮在蜀汉集团中称得上是刘备之外的第2根顶梁柱，因为他的隆中对是蜀汉集团的基本国策。在隆中对时，诸葛亮分析形势，提出天下3分，为刘备定下当下以及往后的长远策略，让刘备豁然开朗。诸葛亮立刻身价倍增，以 CEO 的身份空降蜀汉集团。天下形势风云变幻，诸葛亮绝不可能是在短时间内构思出3分天下的计策，他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后才得出的结论。可见他其实一直都在等待机会出山，但一直找不到买主。如今这个买主出现了，他自然就出山了。所以郭嘉死活与否都与卧龙出山无关。卧龙早有出山之心，否则也不会经过长期研究定出3分天下的谋略。而谋略这种东西，施行的越快越好，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所以由此推断，诸葛亮早有出山之心，郭嘉不死，卧龙不出的说法并不准确。至于郭嘉和诸葛亮谁才是三国第一谋士，毛泽东曾称赞郭嘉足智多谋，曹操统一北方，郭嘉谋功伟高，并且非常推崇郭嘉的十胜十败论，称郭嘉的理论几乎涉及中国兵法思想的各个方面，古今罕成。至于诸葛亮，虽然也足智多谋，但若作为整个蜀汉集团的操盘手，就暴露了一些用人不当的错处。但诸葛亮毕竟是以相当于国家统帅的地位来执政的，所面临的问题与郭嘉一个单纯的谋士又有不同。所以论奇谋诡计，郭嘉要胜诸葛亮一筹，但是论治国和其他方面，郭嘉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诸葛亮。